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江昭家先生所著的《血流决定一切的生活方式》这本书。如果你正被各种身体不适困扰，或总觉得生活老是往坏的方向走，那么这本书一定适合你。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行动节奏决定人生，如何度过最棒的一天的时间安排方法；第二，血液的质量和流量竟然由这个决定，改善血流的最佳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行动节奏决定人生，如何度过最棒的一天的时间安排方法。正如书名所强调的，作者首先主张，无论如何，血流一定要调整好。那为什么必须调整血流？为什么血流这么重要？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解释，但在那之前，先来谈谈大家最关心的到底怎样做，才能让人生变顺利，以及书中所说的调整血流，到底该怎么做。最重要的关键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安排，调整生理节奏。当然，规律的饮食、适量运动等基本健康习惯也非常重要。但在那之前，更重要的是把生活节奏先调整好。只要节奏调整好了，饮食和运动自然就会跟上。相反，如果节奏紊乱，就算你强行培养了健康习惯，也很难坚持下去。一整天，从血流到身心健康，再到人生走向，背后其实都和每天如何度过时间息息相关。而调整好时间节奏，人生就会逐渐转好，身体状况也会显著改善。很多人一听到时间安排，就会联想到如何高效完成工作，如何做时间管理。但作者说，其实那种时间管理根本无关紧要，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效利用有限的人生时间，获得富足而幸福的生活。如果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把日程排得满满，结果反而筋疲力尽，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被工作和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连感受幸福、享受人生的时间都没有了。顺应身体节奏的时间数，把自己一天的生活节奏调整到与身体本来的节奏，也就是体内生物钟相契合，你的健康指数就会提升，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生活会变轻松，人自然就会幸福起来。关于这方面，2017年3位科学家因发现体内生物钟机制而荣获诺贝尔奖。近年来，这个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顺应这个潮流，汉方中自古流传的体内时钟智慧也再次受到了重视。汉方将一天的24小时划分为12等份，并将每2个小时中活跃的主要脏器对应起来，这就是结合人体生理机能与自然节奏的时间养生法。我们将以这种理念为基础，把一天划分为每2个小时一个阶段，并说明在每个时间段里应该如何度过。不过，这种时间划分并不需要严格遵守，因为根据季节的不同，日照时间也会有所差异，体内生物钟也会随之变化。不如把它当作是寻找让自己感觉舒服的生活节奏的一个参考。首先是大肠的时间，清晨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大致对应天刚亮的时候。在西医和汉方医学中，都认为大肠具有将体内废物排出的功能，也就是所谓的排毒作用。常说皮肤是肠道的镜子，正是因为大肠的环境会直接影响到皮肤状态。如果排毒功能减弱，毒素在体内堆积，就容易导致皮肤问题。现代医学也已证实，肠道环境的好坏会影响免疫力，并且与过敏、湿疹等问题息息相关。所以如果你有皮肤粗糙、痘痘等烦恼，不妨试着好好调整一下这个时间段的生活节奏。在这段时间里，最推荐的习惯是早晨喝1杯水。平时大肠的活动强度不高，但当胃中有食物进入时，会引发一种反射，使肠道产生强烈的蠕动，把粪便向肛门推送，从而促使排便。另外，便便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来信，请务必好好观察。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浮在水面上，如果便便能浮起来，
说明体内益生菌充足，肠道环境良好，膳食纤维摄取的也很到位。反之，如果沉到底，通常是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坏菌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就要有意识地通过饮食多补充膳食纤维。接下来是早上7点到11点，胃和脾的时间，紧接着大肠时间，7点到9点是胃的时间，9点到11点是脾的时间。简单来说，这段时间是消化器官最活跃的时段。排便后，胃肠变得清爽，血液开始集中到消化器官，因此这段时间是一天之中最适合吃饭的时段。现在有不少人像我一样，习惯不吃早餐。人体内的生物钟分为主时钟，位于大脑，和分布在全身器官细胞内的周边时钟。现代人的生活容易因手机、工作等因素导致两者不同步，这种紊乱正是各种不适的根源。而吃早餐可以刺激胃部运动，重置周边时钟，防止节奏紊乱。这不仅是古代人根据生活经验得出的智慧，也是符合现代生物钟理论的科学做法。最近也常有人留言说，我正在进行16小时断食，你却说早上要吃饭，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从健康角度考虑，也可以选择吃早餐，然后把之后8小时设为进食时间，晚上不吃。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身体节奏的方式，没必要盲目跟随别人从中午开始的16小时断食法。另外9点到11点属于脾的时间，也是所谓运势时间。这里的运是指气血的流动，头脑清醒，身体活动，可以激发出高效能表现，非常适合集中精神工作或运动。接着是11点到15点，心与小肠的时间。11点到13点是心的时间，不仅负责向全身输送血液，在汉方医学中也被认为与精神状态密切相关。13点到15点是小肠的时间，主要负责营养吸收。本书并不是特别推荐16小时断食，作者认为，偶尔在晚上不吃晚餐，是恢复胃肠机能、让全身血流畅通的最佳方法。而且研究表明，30分钟以内的午睡可以预防认知症，但如果午睡超过1小时，反而会增加认知症的风险，请特别注意这一点。下午3点到5点是膀胱经活跃的时间，这个时段最好不要憋尿。有趣的是，这个时间段活跃的膀胱经对慢性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经络是体内气血运行的通道，而常用于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些经络上，其中很多对改善慢性病有帮助的重要穴位叫腧穴，大多位于背骨两侧的膀胱经上，所以这段时间特别适合做背部的伸展运动或按摩。推荐做瑜伽中的猫式伸展，四肢着地，一边吸气吐气，一边弓背凹背，非常适合这个时段。接下来的5点到7点是肾的时间，在汉方中，肾不仅仅指肾脏，还象征着生命力本身。傍晚时分是阴阳交替、能量转换的时间段，白天的阳气逐渐减弱，转向夜晚的阴气。这段时间身体容易感到疲劳，如果工作拖到5点以后，就会让身体的阴阳转换和自然节奏错开。从西医角度说，就是从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时机被打乱，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第二天状态不好。就像电子产品用久了发烫，人也是一样，超负荷工作会让身体进入发炎状态，加速衰老与疾病。傍晚如果感到疲惫、发热，就是警告信号，要特别注意。晚上7点到9点是心包的时间，心包是汉方里的概念，指的是保护心脏、维持心神平稳的存在。这个时段阳气进一步衰退，阴气渐强，是缓解一天疲劳、为入睡做准备的重要时段，适合做舒缓的瑜伽、伸展、泡澡。而且要注意室内灯光。早晨晒太阳后，大约15到16小时后，也就是入睡前，会自然分泌促进睡眠的褪黑激素。如果晚上的灯光过亮，就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建议在这个时间段调暗灯光，
慢慢放松，为入睡做准备。晚上9点到11点是三交的时间。三交是汉方里全身气血、津液流通的重要经络，同时也参与消化。古时候没有电，天地人万物都会在这个时间休息，这段时间要尽量安静，避免进食，让消化器官休息。现代很多人因为加班晚餐很晚，但从身体本能来看，这个时间早该休息了。古代人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节奏才是人体血流顺畅的自然规律。现在很多人的血流不足，其实和夜晚进食、胃肠负担过重有很大关系。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的时间，如果能在23点前入睡，能获得极大的养生效果。这个时段是恢复体力、补充生命力的重要时间，若错过，不仅褪黑激素分泌受阻，第二天的自律神经也会失衡。汉方认为，胆不只是消化器官，也象征胆识与勇气。23点到1点是培养胆气、增加行动力量的重要时段。如果你常常畏首畏尾、缺乏勇气，就特别要重视这段时间的睡眠，改善胆的功能，自然能增强心力、勇气和行动力。为了最大化发挥睡眠对血流、情绪、工作表现的积极作用，我强烈建议大家务必在23点之前入睡。凌晨1点到3点是肝的时间，这段时间通常大家都已经入睡，这段时间对血流尤为重要。接着，血液中的污浊物会被净化，新的鲜血不断生成。而且人在睡觉的时候，营养不会从食物中源源不断地送到肝脏，因此消化以外的功能会变得更加活跃。我们在夜里能够解除疲劳，正是因为肝脏在睡眠中会充分分解体内堆积的疲劳物质。另外，躺着休息时，流向肝脏的血流也会增加，因此肝脏的功能也随之提升。同样的，如果在晚上不吃晚餐或进行轻断食，第二天清晨身体会感觉轻松。正是因为不用消化晚餐，减轻了肝脏的负担，肝脏便能更好地发挥解毒和排除废物的作用。所以常说，越是疲惫的时候，越适合跳过晚餐或把晚餐时间提前，就是因为这样能让肝脏更有效地分解疲劳物质。肺的时间凌晨3点到5点，从夜里大长的时间开始，我们了解了一整天24小时内人体运作的节奏。而最后的凌晨3点到5点是肺的时间，在前面从清晨5点到7点这个重要时间段开始，详细讲解了人体和时间流动的关系。但其实在汉方、中医里，这段肺的时间才是一整天的开端，因为古人早就知道，呼吸才是维系生命的核心。在人体所有细胞当中，数量最多的是红血球，而红血球的作用就是把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人类会拥有如此大量的红血球，正说明了呼吸对于维持生命至关重要。所以改善血液循环，就能改善各种身体不适。因为让细胞存活还是衰亡，关键就在于血液能否顺利输送氧气。当你早上醒来，请务必去沐浴一下晨光，然后做个深呼吸，这样可以瞬间抑制睡眠荷尔蒙褪黑素的分泌，赶走困意。而且阳光还能帮人体内的生物钟归零，助你开启神清气爽的一天。此外，早晨接触阳光后，大约在15到16小时后，体内就会再次自动打开褪黑素的分泌开关，这会自然让你在晚上感受到舒适的困意，有助于夜里安稳入睡。总之，这就是配合体内生物钟节奏的生活方式。早上醒来，白天活动，夜晚休息，反复过好每天。听起来很平常，但正是这样的节奏，堆积成1个月、1年，甚至一生。如果每天都过得舒服愉快，那么人生这条路也会因日积月累而变得自在轻松。请一定把这种与自然节奏和身体机能协调一致的生活方式融入你的人生当中。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血液的质量和流量，竟然由这个决定。改善血流的最佳习惯。大家知道血液是在什么时候生成的吗？
其实，造血活动最旺盛的时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处于晚上无法好好睡觉的状态，血液就无法充分生成，血液循环就会紊乱，从而引发各种身体不适。如果不好好睡觉，你的血液质量和数量都会下降。因此，想要改善血液循环，首先要从改善睡眠做起。判断自己是否睡得足够，有一个非常简单而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自己的感受。很简单，如果早晨醒来时神清气爽，一天都会有个好开始。相反，如果勉强起床，觉得浑身无力，那就是前一天的疲劳还残留在体内，身体状况自然也会变差。而这种状况日积月累，就会导致各种身体不适和疾病。那么，如何才能神清气爽地醒来呢？其实方法很普通，甚至让人觉得不好意思提起。但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睡眠的时间和质量。各位每天睡几个小时呢？从大脑和内脏器官的修复角度来看，理想的睡眠时间是8小时以上。但事实上，日本人的睡眠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短。根据平成29年的数据，20岁以上人群中，有接近40%的人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而能达到理想的8小时以上睡眠的人，仅有8.2%，不到10个人里的1人。这样的现状必须尽快改善。另外，如果你是早晨无法自然醒来，非要靠闹钟叫醒的人，那么你很可能睡眠质量并不好。特别是如果没有闹钟，你能一直睡下去，或者放假时会比平时晚起好几个小时，那很可能是慢性睡眠不足。你的身体在试图补偿长期积累的睡眠不足。不过，即便某天大量补觉，也无法一次性消除之前累积的睡眠缺失。真正重要的是每天稳定的睡眠。而且，现代科学研究还揭示了睡眠和情绪的密切关系。结果显示，睡眠不足会强化负面情绪，比如大脑中掌管愤怒、恐惧、攻击性的杏仁核，在睡眠不足状态下，其反应强度会提高60%。这意味着，缺血的人容易情绪失控、过度反应、判断力下降。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经历，睡眠不足时特别容易发脾气、沮丧，或者情绪过于亢奋，情绪极不稳定。这点通过实际测量大脑活动也得到了证实。不只是偶尔1-2天熬夜，即使是每天稍微缺少一点睡眠，长期下来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睡眠不足还会降低 EQ 情绪智商，也就是控制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缺血的人无法正确判断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容易影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恶化又会加重愤怒、怨恨、攻击性，陷入恶性循环。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人容易想坏事，变得暴躁，内心极度不稳定。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会偏离自己真正想追求的幸福。即便是相同的事情或话语，也会因为心态不同，而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截然相反的反应，意义也就完全不同了。之前的视频里我也有说明过，有数据显示，积极乐观、行动力强的人，运气往往更好。而如果你的生活总是觉得不顺，坏事接二连三发生，总觉得运气不好，这些很可能都是因睡眠不足导致的负面情绪所引发的。因此，找回良好的睡眠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会极大左右你的情绪基调到底是偏向消极，还是偏向积极。首先从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开始吧，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变成一个比现在更温和、更幸福的自己。不过，虽然大家都明白睡眠重要，但可能会觉得，在我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根本没办法增加睡眠时间，或者我做不到啊。突然天天准时下班，或者比现在提前好几个小时睡觉，这种改变对很多人来说都不现实。但其实，只要一点点也好，增加睡眠时间就行了，不用追求完美。比如，比平时早点回家10分钟，家务偷懒15分钟，提前20分钟上床，哪怕只是这种一点点的小改变，
也完全没问题。只要现在的生活稍微调整一下，生活就会比现在好一些。而且睡眠时间一旦变长，身心都会变得轻松。毕竟睡眠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日积月累，一点点的差距，1年后、10年后就会成为巨大的不同。你是不是总是把工作、家务、家人等别人和其他事情摆在第一位，然后用剩下的时间来睡觉呢？但那其实并不是你的错，只是因为你太累了，身体太辛苦了。更重要的是睡眠不足，所以才会不自觉地陷入那样的生活节奏。所以，请你相信，重视自己的睡眠，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身边重要的人。因此，请勇敢地把好好睡觉放在生活最优先的位置。光是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变得更温柔，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会顺利进入更幸福的良性循环。请每天过上舒适愉快的一天，然后一点点积累，慢慢打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而支撑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睡眠至上的意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